你这个打火机是？哦，朗森柴油打火机，美国人造的。同志你好。你好。别往那边看，他们已经接头了。队长，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，要不要再靠近一点？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，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等他们分开了以后，我们也分头行动。你跟阿川，跟老田，我和小赖子，跟接头的人。明白。你去吧。是。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，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，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，边区的社会稳定性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在边币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，潜伏了2个军统的特务。这2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？是的，还有一个，代号喜鹊。喜鹊。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，才锁定他们2个。没想到抓捕前走漏了风声，让他们连夜逃了，还带走了2块边币的铜板和印钞用纸的配方。我们一路追查，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。没想到是虚晃一枪，又被他们分头逃了。我追踪喜鹊，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。这是喜鹊，还有他的资料。后来抓到他了吗？差一点儿，还是被他逃了，我也受了伤。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。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，已经很不简单了。情况紧急，我对上海也不了解，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，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。我会尽快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，一起商讨此事。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，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。后面你有什么安排？等我伤养好了，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。不着急，先好好养伤。不卖不卖。哎，我要吃，哎，起开！干嘛呀？你不卖你就不卖，我说了不卖。小孩啊你！这小孩这么小，你怎么下得去手的？啊，你怎么能带小孩呢？干嘛呀你？这儿呢。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哎，你有病啊你！跑，要路暴露了。别动！这个龙尾雁它是细料成泥所制，可谓拟比时间，遍体生菌，一定是您使用不当，才会弄出这条裂纹的。不是，我说陆老板，我用它磨墨写字，又不是当刀切板，怎么会使用不当呢？再说了啊，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？为了修补这条裂纹，我用石粉调成胶泥，打磨润滑之后，又用黄蜡和上墨，着上色啊！你看，完好如初吧？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？是看不到了。但是陆老板，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，什么敲之有声，断之无口，可我没用几回就裂纹了。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？不是，您怎么说话呢？哎，陆老板，我照顾您这么多回生意了啊，您要是再卖我赝品，那太不厚道。二位，不
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？哎，老陆，上回向组织提交的申请，组织有回复吗？说我的砚台是赝品，别生气啊，快告诉我。你的申请组织上批准了，你可以继续潜伏了。哎，轻点啊！别给我震坏了，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修复的。那争取左双桃，组织怎么说呀？不是你卖什么关子呀？你快告诉我呀！组织的意思呢是，你一定要慎重。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做一些试探，观察他的反应，不要急于求成，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。明白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，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，既不要过于疏远，也不要过于亲密。远则生疑，近则生嫌，这8个字你一定要牢记。我记住了。我们2个呢，最近正在闹别扭，正好我就可以借风起势。就他那倔脾气，我有数。对了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什么呀？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，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，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，甚至承认伪满洲国，改组中国政府。新闻刊出后，国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，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卖国主义政策。哎，老陆，这个报纸你能给我吗？我有用。行，你留着吧。对了，还有一个情况呢，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透露。我今天和延安来的一位同志碰了面，他跟我讲，有2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编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。朱玉华也告诉我了，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编币的企图。那你说，这2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？还不敢断定。明天上午呢，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半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。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，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。是。还有件事啊，都戒了，就别瞅了。眼还挺尖啊。这个呀，是今天延安来的同志送我的。田大哥，田大哥，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？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，还有其他联络人吗？不在。任务是什么？是抗日救国。我在。联络人是中国人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，顺着他这根藤，就会查出很多的瓜。现在有没有你，无所谓了。你们不会得逞。那你就看看，不对，你也看不到了。都死到临头了，嘴还这么硬。你就把它扔在这儿吧，明天让2把刀来收尸。是。我有个请求。说。我想抽支烟。
不用，我口袋里有。这是家乡的烟，香啊！我真是搞不懂这些中共分子，你都快死了，还不抽一根好烟？我可以回家了。山下先生，安陆小姐，你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啊，好多了，谢谢。知道你经历了痛苦，一直没有来打扰你。今天知道你住院，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。是啊，韩露小姐，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。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，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安陆小姐，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，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。我希望安陆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。都查清楚了，跟老田接头的那个中共，名叫陆有生，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，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。雨墨书画店，啊，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。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，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。陈家平，啊，他去干什么？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。砚台？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，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，经常来。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，我觉得老陆眼熟，他肯定在我们上海附近出现过。队长，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，陈家平就是潜伏的中共，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。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，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，怎么办呀？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，逼他指认陈家平。对付共产党，你这招行不通，要有耐心。虾米钓小鱼，小鱼钓大鱼。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，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。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？继续监视，要万分谨慎，万般耐心，心坚，铁杵磨成针。你醒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安陆小姐，你先别生气。
禽兽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对你是真心的，绝无半点虚情假意，我可以发誓。你以为你这样做，我就能接受你吗？韩露小姐，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2个人新生的开始。先生，你侮辱了我，却跟我说什么新生？韩露小姐，你看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，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。花月家事完成以后，会在这儿进行首映，而且这家影院就只会循环放映所有你主演的电影。因为我知道你热爱电影，电影是你的生命，是你的全部，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，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，这就是我对你的爱。果果，果果，你这也挺好看的，这个颜色我喜欢。出去。怎么着？红玲小姐，这都已经3天了，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啊？再给我2天时间，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。薪水？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？就你那些薪水，再扣除点老板的拆账，你还剩多少？有几个客人欠我好几笔小费呢。就你还有小费呢？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坐了吧？你相信我，
我肯定还。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肯定还。我再给你3天，你要是再还不上，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。听清楚了吗？走，就3天啊。一场游戏，让你眼花缭乱，夜色震撼，气氛有点眼神躲闪，掩饰着不安，谁光试探，爱情在空中弥漫。小姐，新来的吗？嗯。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？我只会最简单的慢3。不要紧的，我教你。哎呦，这不是姚先生吗？好久不见了。要跳舞啊？我陪你跳好吧？哎呀，走啦走啦走啦！哎呀，好久都没来了。姑娘，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呐？怎么了？你乡下来的吧？当这儿是菜市场啊，摆个摊就能做生意。我是乡下来的，怎么了？你们欺负人啊？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了。你哪里来的？懂不懂规矩啊？滚出去！我就不管，凭什么让我滚出去？还是得犟嘴！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要死了要死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死丫头给我拖出去！走走走！哎，别碰我，我自己会走。什么破地方，欺负人！对不起啊，刚才弄脏你衣服了。你就是那个……多少钱？我赔你。赔我？你赔得起吗？我有钱的。我这身旗袍可是红腹记定做的，真丝的，50多块钱呢，洗都不能洗。给你这么一弄，全完了。你看，真有钱。60。哎呦，姑娘，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？老不安全了。我住那个地方啊，楼上楼下10几户人家，有卖大饼的，做拆夫的，剃头的，算命的，什么人都有。好像还有2个扒手。那这钱放家里，哪里敢啊？只好带在身上。你怎么想当舞女，又什么都不懂啊？我看你这穿着打扮，也不像乡下来的。你哪里来的？老家宜兴的。哦，来上海做什么？不久前，我爹病逝了，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，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。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，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，我只好变卖了家当，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。可谁知道她早搬家了。
我这找了他2个月都没有找到，房租、吃喝都要钱的吧？是，我是有这些钱，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。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，我就想跑来试试，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，那个讲究的，我哪里懂啊？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。从小到大，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。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。多大了？20。条子还不错，脸蛋儿也挺漂亮。那你会跳什么舞啊？慢3。还有呢？没了。只会慢3啊？华尔兹、布鲁斯、胡步、探戈、恰恰恰，一样都不会啊？那没搞头了。别啊，姐姐，我看你是个好人，你要不教教我？教你？嗯。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。那没问题啊，有钱的。你要收多少学费啊？你真想学呀？嗯。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，1个钟2块。2块？行，不贵的。那你想在哪儿学？去我家，不过地方有点小，不到5平吧，还摆了张床和桌子。那你怎么跳舞啊？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。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到我家吧，不过就得按出街钟算了啊，1个钟5块，一下翻了1倍多呢。你有搞清楚啊？我蔡红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，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，都是来捧我场的。你想啊，你现在花这些钱，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，到时候舞票有提成，钟点费有抽头，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呀，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。那可太好了，姐姐，我今天就想学。小桃妹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，那个时候啊，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。红玲姐，一个人住啊？哦，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，灯都忘了关了。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，有音乐才有感觉呀。哇，留声机，很贵吧？不贵，毛毛雨了。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？慢3已经会了，那就快3吧。没问题。3步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每个小节有3拍，节奏是强弱弱。不过快3的节奏会比你慢3要快很多。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3 5步。一会儿我跳南步，你跟着我。跳快3呢，男女舞伴的距离会挨得更近。开始啦！1、2、3，2、2、3，1、2、3，2、2、3。跳快3的时候呢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快速的旋转。1、2、3。哎，没事吧？姐姐，可能是我太笨了，脚步太快，我一下乱了。稳住节奏，脚步别乱。我们继续吧。1、2、3，2、2、3。这种舞蹈呢，就是要让男伴掌控你的旋转，所以说快3又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。晕了啊，实在是太晕了，我可能得缓缓。那你先歇会儿，咱们一会儿再练。今天的学费，这快3啊，可比慢3累多了。明天还是这个时间。我比较笨，红玲姐，你就多费心。你放心吧，没有我教不会的。而且你条件这么好，不出3个月，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。那等到了那个时候，
我一定不会忘记你。走了，送你。慢点。那个女的是什么人？你不都听到了？跟我学跳舞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？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，不花钱啊。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，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。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，不去赌牌九，何至于会这样？你还怪我了？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，钞票老多嘞。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，咱俩不愁吃喝，还在乎那点钱。你说了这么半天，也不说谈什么生意，也不说跟谁谈，我能指望你什么呀？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，你扔了吗？我今天累都累死了，明天再扔不一样吗？万一被那个女的看见怎么办？看见就看见了呗。说什么你都不听，万一她不是来学跳舞的，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共和军统都在追杀我？他怎么可能是？我问你，他明天还来吗？说好的，是要来的。明天晚上把他干掉。你疯了！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。那你还想不想跟我走？啊？那我也不能杀人呢。拿着，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，你想先吃点宵夜，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，趁他不注意，朝他背后开一枪。就算没有人看到，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。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，那边没人，在路上剁手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？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，不能有丝毫差错。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啊？哎，你干嘛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还穿成这样，还这么香？怎么，就允许你彻夜不归？哎，没回答我问题呢。好，那我如实回答。一，舞厅跳舞，开心高兴，忘了时间，所以晚回来了。二，穿成这样，那肯定是想让人邀请我跳舞了。三是什么来着？为什么这么香？好闻吗？法国的。好闻，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，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？我怎么不能去啊？你是觉得我脸不行，还是身材不行？但是身份不行啊！你看，你是我老婆，是已婚的少妇。你要是下次想去，你可以告诉我呀，我陪你去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，就说啊，这有的人呢，心里面
小辫子还没剪干净，说的就是你吧？还陪我去舞厅，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。你先别生气，是不是？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跟谁去的？男的还是女的？你猜？你看，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？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韩露是吧？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。我就是觉得吧，即使是夫妻呢，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，谁也不要管谁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等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？从今往后，我睡床，你睡沙发。为什么呀？那我睡沙发。哎，别，你睡床，我睡沙发啊，我睡沙发。这哪把钥匙是？这个吗？哎呀，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，以前我可白活了。你说，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？哎，你明天还去啊？果果，你这就是报复我，故意让我生气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别怪我，说实话啊，就你这身旗袍呢，在上海早就过时了。你穿成这样去舞厅，人家就会认为你只是个卖花的乡下小妹。还有呢，我告诉你香水该怎么喷啊，撒1滴那是淑女，2滴那叫性感。像你这样把1瓶都倒在身上了，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卖花露水的。还有最重要的，在上海的舞厅，11点是黄金场。哎，那些亮绝全场的美女呢，跳完黄金场之后，人家就撤了。像这个点才回来的，一定是之前没有人邀请，太可怜了。陈家平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生气了，生气你跟那个韩露一晚上不回来，讨厌，不要脸。好了，这下一闹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距离了。但愿他不要真的生我的气吧。还有啊，别乱翻我东西啊！什么东西？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可都是和平政府重点防范的危险思想，你千万不许乱看啊！谁要看啊？我睡觉了。听呢，以为我看不见？晚安。好了，这下一闹，这几天晚上去执行任务都没问题了。
究竟是和谈还是脉搏？喂，羽毛书画店。好。那几位老友都来吗？二把刀。哟，陈科长，你这拉的什么呀？干草。这干草里面怎么还躺着人？昨天，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，死了，让我运出去扔了，惨哟！二把刀。苏醒，时光轻轻吹落的曾经，深埋在回忆里的姓名，像颠簸浮名。再相见，已是许久未见你的脸，熟悉默契在你我之间，没改变，点点滴滴让过去又重现。那红色的火焰在你深邃的眼中闪现，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，千万遍，我等你在光亮的终点。那红色的火焰在你深邃的眼中闪现，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，千万遍，我等你在光亮的终点。